什么？孟纳斯酒庄的酒坏了？是，我已经和酒庄老板沟通过了，这批酒将全部被销毁，不会流向市场。陆老师，您的这种行为我非常的钦佩，但是这将意味着我们推送的将是一款永远不会出现在市面上的酒。陆老师这样有点尴尬。这份尴尬的起因不是我，而是孟纳斯酒庄。我已经按照当初拟定的选题，品鉴了孟纳斯酒庄的新酿。稿子我只能这么写，抱歉。陆先生，米娅，陆维群稿子交了吗？如果没有，就赶紧实施第二套方案啊。交了，那我怎么没看到啊？我还在编辑。有什么可编辑的？现在时间那么紧张。哎，陆维群稿子不是要求一字不改的吗？这次情况有点特殊。来，我看看。这篇稿子我用不了啊，我让他写的是一篇红酒的品鉴，他现在交上来一份以后不可能流入市场的红酒品鉴，我为什么要用啊？这篇文章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米娅，你是怎么跟他沟通的？如果你搞不定陆维群，那么以后你这个首席酒评人的专题编辑，我看也就不用干了。OK， 启动预备方案吧。这不是最佳首选，我已经想到了一字不改陆维群的稿子，且能够补救的方法。说说看。这篇稿子虽然是陆维群的新酒品鉴稿，但我可以在后面追加一个第三方评论，将它做成陆维群的专访稿。专访稿？居然可以让酒庄老板放弃这么大的经济利益，甚至承担巨额亏损，也要将一批酒全部销毁。这个消息足以震惊业内。我们可以给陆维群做一次正面宣传。众所周知，陆维群只为我们 Dr. Wang 公告，给他做正面宣传，也相当于给咱们做了一次正面宣传。米娅姐刚刚跟主编聊得可开心了，真的假的？听说这次陆维群迟迟不交稿，哎，咱们这次的专栏要开天窗喽。你们是没看见，刚才主编进米娅姐办公室时，那脸色。哎，陆老师桀骜不驯，米娅姐又得心塞了。为她点蜡吧。这个注意好，赶快准备好线，快啊！好。米娅，辛苦了。你说这叫什么情况？对呀，咱们这专栏真没法做。这从来都没有过呀。聊什么呢？事儿都忙完了吗？这就被搞定了。米娅到底是米娅。我跟您说个好消息，啥好消息啊？欠德哥的账，咱马上就能还清了。那高利贷不是早就还清了吗？你脑子是不是糊涂了？是，爸，您说的对啊，是我老糊涂啦。
反正你也没什么味觉，喝水就行。这几天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们这几次短暂交换味觉的规律是什么？第一次是在医院门口，我们在中午12点左右交换的味觉，但在过了大约1个小时以后，我的味觉就消失了。第二次是在孟纳斯酒庄，我留意了一下，大概是在下午5点17分左右交换的味觉。在我尝完92号桶之后，我一直在喝苦瓜苏打。在晚上6点07分左右，我的味觉再次消失了。这一次交换了50分钟，大约也是1个小时。So， 你是没脑子吗？听不懂我的分析啊？我听懂了呀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就不想想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，你为什么这么有钱啊？那么多钱，出手丝毫不带犹豫，当酒评人写稿子，就这么赚钱？哎，你这么着急跟我换回味觉，是不是也是因为他？你的味觉到底值多少钱啊？俗不可耐。总之，嘴唇触碰只是我们交换味觉的一部分，我们还得找出剩余部分。咋找？复盘相遇时的细节。哦。为什么连这部分也要复盘？我们交换味觉是一个多因素的问题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都是有可能导致我们味觉交换的因素。用控制变量的方法，可以尽量减少误差。哎，可是我哎！就是在这儿，我用手机砸了你的测试镜。你的意思是你还想再砸一次？看你需要了。然后我就想拿回我的乌梅瓶。然后我不给你，我就告。之后你就要我身份证。你不仅没给，还踩了我的脚。不好意思。然后我就退，这个时候来车了。然后我就救了你。我们两个就……不对，这个时候你是躺着的。躺啊！算了吧，地下太脏了，我们还是站着。我才是老板。换回来了。卢伟雪，这活儿我没法干了，涨工资。
又回来了。40分钟。我们第一次交换味觉是12:05到1:05，一共是60分钟。第二次是5:17到6:07， 50分钟。这一次只有40分钟了。每亲吻一次，我们味觉交换的时间就会递减10分钟。那在我们找到完全交换味觉方法前，也就是说，只有3次机会。啊，还有3次啊！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奇遇啊！每次递减10分钟，老天爷怕不是个强迫症吧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的美食猜猜猜第2期即将开始。你能尝出我面前的这一盘肉最原本食材是什么？获奖者将会获得我们为他提供的超值大奖。这么多钱！对自己的舌头充满自信的美食家们，还不赶紧行动起来？就是啊，既然都有了绝对味觉，那也不能浪费啊！喂，陆老师，下个月是杂志社周年庆，选题我们想围绕葡萄酒的新旧世界展开。陈词滥调。是，选题是传统了些，所以主编特地选了2瓶珍藏，这2瓶分别代表新旧世界的葡萄酒，才是真正的噱头。塔拉安蒂娜希望之星干红葡萄酒和奥比安庄园的劣级干红葡萄酒。爱德华这次还真是下了大手笔啊！还望陆老师尽力配合。这么好的酒，贵社居然选择用快递送达，真是胡闹。好的，下次我会亲自送达。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先挂了，陆老师。久闻陆先生被酒神亲吻之天赋，有此天资，陆先生却为恃才傲物，精于业，敏于行，饱受追捧，亦为恃宠而骄，能淡泊，能宁静，其风骨为高山可仰止。木某勇攀高峰，一心与陆先生一见，恰逢近日偶得佳念，不忍独酌，愿与陆先生拨冗相聚，切磋手艺。不知陆先生可否欣然赴约？静候回遇，沐春风。无聊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好的。喂。美食猜猜猜，用你的舌头猜出惊喜，欢迎收看。你在哪儿？怎么这么吵？啊，我在外面啊。赶紧回来，有工作。很着急吗？我还有点别的事儿，要不咱们晚点？几点10点。行吧。晚上10点，慢书咖，不许迟到。还不许迟到？哼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我又不是给他签了卖身契。快上场了，别被他的情绪影响。经过几轮淘汰，剩下2位选手可谓是拥有绝对味觉的天之骄子啊！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主厨的最后一道菜。那么这道菜里面呢，增加了数味调味品，它们之间呢互相侵占掩盖。那么谁能尝出里面全部的味道，并答对我们的所有题目呢？好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将我们的菜品呈上啊，让我们敬请期待。哇，这个菜的色泽非常的艳丽。好，2位选手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们的2号选手先闻了一小下，然后品尝一下。2位选手细细品尝，通过2位的表情，我相信他们已经各自有了答案。好，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，各位请听好，这个菜里面的肉是用什么做的？豆腐。好，恭喜我们的2号选手回答正确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问题，我们的1号选手是否能翻盘，就看此举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呈上题板。好，2位选手请准备，最后的一道问题就是。请选手们写下14种调味品的名称，写对1个得1分。预备，开始。哇，2位选手实力不俗，旗鼓相当啊！哇，势头正猛，齐头并进啊！好，加油加油！我们的2号选手好像遇到了困难啊，他停下了笔。但是我们的1号选手却还在奋笔疾书，他已经写出了超过7种调味品，已经超过了我们的2号选手。
我们的2号选手再次品尝菜品，希望能够找到丢失的那一种味道。我们的2号选手要加油啊！哎，我们的1号选手还差最后一个，胜利指日可待。2号选手，还能不能想起那个丢失的味道？啊！恭喜我们的获胜者1号选手，他获得了我们送出的超值大奖，再次恭喜他！哇，这场角逐非常的精彩啊！来，我们的2号选手也不要气馁啊，你今天的表现是相当的精彩，虽然败了，但是虽败犹荣。我尝过的味道实在是太少了。没关系，多吃多体验。以后啊，希望你能够在美食的这个海洋里面尽情的遨游，因为啊，美食才是人生的真谛。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美食家。好，朋友们，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2号选手。越挫越勇的小强和部队，干杯！啊，你就是一杯倒的料，别逞强了。我没事儿，这算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毒鸡汤我最擅长。不要觉得今天很糟糕，因为明天还会更糟。你不糟糕，你有阶段性味觉呀。别提这阶段性味觉了。有了这阶段性味觉以后啊，我才叫倒霉。我都不知道自己现在算是好了，还是没好。老天这样安排啊，自有他的道理。何以解忧，唯有羊腰。要是陆微寻知道你在这吃羊腰，想来又是一阵腥风血雨。老板，他好有气场。哎，来了，有座位吗？要不我问问？哎，您好，你能不能跟这位美女一起拼个桌？哦，好。来我这儿。来，给这儿上套餐具。好的。鸡心、黄喉、脆骨、鸭肠、牛肉串、羊肉串各来10串，再来一个钢炮啤酒和1串羊腰，谢谢。好嘞，马上给你们上啊。这么多。点得很像啊，蛮巧。难得。2个爱吃羊腰的女人坐在一起。10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0年修得共枕眠，能坐在一张桌子上撸串，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，我何不在？好用。你呀？你叹什么气啊？我突然获得了一项超能力，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使用，感觉自己仿佛错过了1个亿。哎，你呢？合作方太难搞了，自大、强势、完美主义，太难伺候了。我老板也是，感觉自己就像是宇宙中心，要求全世界都围着他转。
你那1个亿的项目怎么没的？啊，就是通过吃东西赚钱这个事儿吧，我发现没有我想的那么容易，不是光能尝出味道就可以。10点10分了，我刚已经提醒过你了，大小姐。我还要结账，你们2个边吃边聊。好用，你帮我买单。哦，我先买单了啊，老板。直走，然后左转。你好，请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男生？他又高又帅，但是脸很臭。你是找陆先生吧？嗯，他10点就离开了。10点。完了完了完了！金主爸爸生气了，我该怎么哄啊？老板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保证不会有下次啦。陆微雪，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？道歉没有用，结果无法改变。那你至少应该跟我说一声啊！你知不知道像你这么自大的老板真的很招人讨厌？我不需要你喜欢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没错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作为一名有契约精神的酒瓶人，我需要准备补充条款。我可以不同意吗？你可以不接受，我也可以不给你钱。你不要总拿钱来吓唬我，你真的觉得钱就这么好用吗？你觉得呢？有的时候是挺好用的，但是我总是应该知道
条约的内容吧。明天再说。2号选手一定要加油啊！一定要加油！但是我们的1号选手却还在奋笔疾书。哇！恭喜我们的获胜者，我们家不醉1号选手，他获得了我们送出的超值大奖。醒了，恭喜他！不醉啊，你看你们老板人多好啊，说是有工作要跟你谈，一大早就来了。陆先生，你来我们家吃早点啊？怎么说话呢你？他是你领导，别说是吃早点，就是吃满汉全席，你都得给他做出来，知道吗？爸，你被他洗脑了？什么洗脑？我就是受了点教育。喝水，喝水啊！你跟我出来。哎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叔叔，我走了。好。坐。你用我的味觉去赚外快，看样子，你对我给你的薪资不太满意，不喜欢干我的活，让德哥跟你聊聊。我只是想尽快还给你欠你的那些钱。陆微雪，你要知道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幸运，能拥有这么幸福的家庭，不用面对生活的压力。幸运也是，遇见你才是我人生真正的滑铁卢。鉴于你昨日的恶意旷工，我要跟你重新签订2份补充协议。第一，我要明确所有权。什么所有权？我味觉的所有权、归属权以及最终解释权。这期间你只是代我行使权利，以后你每次使用我的味觉都需要征得我的同意，在得到我的许可后才能使用。这么说，我吃什么喝什么都要你管？对，都要管。这是对于你，一个得到味觉的受益者，而我一个失去味觉的受害者应尽的义务。行，算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认。此外，我听说你还干过安保。怎么了？这还影响你味觉了？我要跟你签订的第2份协议，安保协议。你总算意识到自己的行事作风会不安全了。你要保护的对象是我的味觉。啊？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工作时长延长8个小时，从早上10点一直到次日凌晨4点。期间我去哪你去哪。月薪涨到1万，但加班不再有额外补偿。一天24小时，你让我工作16个小时，我是给你当牛做马？对，你是。且没有牛马听话。你这违反劳动法。那让德哥跟你谈谈。那你休息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家有的是房间给你休息。我可以回家值班。回家？何小姐，你曾有过这个机会。昨天的错误，我保证不会再犯。鉴于你昨日的恶意旷工，我已经彻底的对你失去信任。你不是也想尽快还清债务吗？我买了你每天更多的时间，你能赚更多的钱。你我各取所需，这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。还有，为了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，你只能带一个24寸的箱子。
谢谢您。道哥，为什么给酒吧取名叫 SPA？ 这个字有什么特指吗？你那天为什么没有来游乐园？我一直在等你。你到底去哪里了？你在哪里？在做什么？7年了，你音信全无。我现在已经学会保护自己了。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最近被一个扫把星缠上了，真是祸不单行。不过他也没那么坏，有点像你。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。轻拿轻放。你可以出去了。今天不止第一次见面，危险才发现后知后觉，解开魔咒扬起新鲜，只要看见你的侧脸，一切短暂，风暴灯火焰云烟，夜晚面向黑暗，也是种体验，就让看见味道的你陪着我冒险。奇怪，这种味觉代替了语言。
听说你们家之前开了一个酒厂，后来厂子黄了，好像还死了个人呢。听说还有人上他们家找事儿呢。你胡说，我们家没害死人，我爸把酒厂关了是为了给我治病的。你还有病呢？滚，离我远点！病句。对，我就是有病，还传染呢。别欺负女同学。以后有人欺负你可以找我，高28班，易北刀。你回来啦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现在在哪儿啊？
老板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再睡会儿。昨天晚上我失眠了，没睡好，实在太困了。起来，起来！你给我说清楚，楼下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屋子里的调料、零食、锅碗瓢盆，我的鱼，还有那只猫。昨天晚上我失眠了，本来想去找你聊天，结果发现你睡了，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。啊，那些零食都是我买的，我看你平时工作实在太辛苦，晚上熬夜肯定会饿啊，到时候咱俩可以一起吃，就当我请你了。不过如果你非要给我报销呢，我也没有意见，发票我都留着呢。我从来都不吃垃圾食品，你也不许吃，都给我扔掉。不吃垃圾食品也行。我跟你说，我手艺可好了，昨天晚上我饿了吧，就给自己煮了包面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可以先给你做一顿试试，反正调料我都买好了，到时候你多给我加一份厨子的钱就行。我怕被你给毒死了。也是，像你这么讨厌的人，被人毒死也不奇怪。猫呢？哦，猫啊，它昨天晚上扒门一直叫，我看它又冷又饿，就把它抱回家了。你心疼流浪猫，你就不心疼我鱼缸里的鱼吗？它们凭什么平白无故被野猫吃掉？猫把你鱼吃啦？那你凭什么说是它吃的？那是猫啊！你有没有点常识啊你？那是它的不对，你可以教育它呀。我限你24小时之内把它给我处理掉。哦。还有，你屋子里面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我收拾好，晚上不准开灯睡觉。啊，别的都可以啊，不开灯我睡不着，我怕黑。你也有怕的东西啊？我以为你女超人转世呢你。我休息不好是小事，要是影响了你的味觉，那可就不好啦。电费从你工资里面扣。越有钱越吝啬。哎，你长痘了。我真是遇见你各种不顺，要不是看你是个傻子，我真以为你是我爸派来的。你凭什么说我傻？人傻还不自知，你真是令人费解。一大早脾气这么臭，你不长痘谁长痘？你赶紧收拾好给我下来，快点。好的，豆豆。赶紧给我收拾干净！许久没有重大新闻曝光的酒瓶界，近日终于有了大动作。被誉为酒瓶界大儒的著名酒瓶人穆春风，此次无预警发难，挑战天才酒瓶人陆微寻。陆微寻对此事尚未做出回应。就此次挑战事件，我们将做出持续的跟踪报道。现在让我们看看粉丝们的看法。有什么好讨论的啊？穆春风的目的不就是想红吗？我们粉丝最讨厌这种蹭热度的行为。哎，你们说陆微寻会应战吗？难说，他性格太古怪了，
这陆微寻只跟我们一家杂志社签订了协议，他要是赢了，对我们自然是有好处的。可他若是输了呢？这陆微寻有绝对味觉，怕什么？是男人就不应该怂，正面刚啊！陆微寻不会输，理智对抗黑粉哦。但他也没必要应战。哎，啥意思啊，猪猪？何小姐，我聘用你来是来享乐的，是吗？我们只有3次味觉交换的机会，而我的工作却很多，我需要你全力配合我。你想让我做你的味觉外挂？外挂？你充其量只能算个容器。我觉得这件事啊，我会尽快安排下去。您找我来是想聊陆微寻的事儿吗？没错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我的看法？我只对他的稿件负责，不对他这个人负责。对于他是否迎接沐春风的挑战，无从知晓。陆微寻入行这么多年，只在我们 Dr. Wine 一家开专栏。就目前来说，可能你是圈内唯一一个能说动他或者搞定他的人。在你之前，他已经赶走了5位资深编辑了。换句话说吧，他这个人为人低调，这个栏目是他唯一跟这个圈子的联系。在圈内，可能你是他唯一的朋友，我这么说不为过吧？朋友？陆微寻没有朋友，我和他也不能成为朋友。如果你想让我说服他迎接挑战，这我做不到。现在尝尝。这么多好吃的，我先吃哪一个呢？好吃。什么味道？甜的。甜的？哪种甜？光甜这个版本，按照甜度划分，就分为果糖、葡萄糖、麦芽糖和蔗糖，而蔗糖中又分为红糖、黑糖、白糖、冰糖和方糖。不同的原料通过各种加工制作成不同的食物，比如说瑞士糖、水果糖、奶糖、花生糖、芝麻糖、薄荷糖、棒棒糖、棉花糖、酥心糖、太妃糖，光是糖的种类就有这么多，更别说其他复杂的食材。论方法，没有绝对的捷径，只能靠你自己努力的去背。今天先记住这些糖的味道。陆老师，我们能不能循序渐进？要记住这些所有的味道，我大概需要1个星期。那只能说明你笨。今天必须得记住。可是，我今天晚上有事儿啊。哎，是不是我都记下来了，我就能出去了？没有绝对的自由，所有自由都是和约束相捆绑的。什么意思？记住才能走。Dr. Wine 是业界第1的葡萄酒杂志，
而陆微寻是拥有绝对味觉的天才九品人，强强联手，地位牢不可破。他应战的话，赢了不过是锦上添花，可输了就是一败涂地了。您行事一向稳妥，我实在想不到你想让他入局的理由。陆微寻会败吗？陆微寻会不会败，我不敢保证，但我尽力不让杂志社败。米娅，就算稳坐业界第一，但是杂志社仍然需要锦上添花。我会谨慎行事的。快要齁死了。当容器不简单吧？你要出门啊？记住了吗？我快饿死了，都已经尝了一天了，我的脑子、嗓子还有胃，都快被糖给糊住了。你的胃倒是比脑子好使啊。这个饥饿容易影响味觉的判断，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的味觉着想吗？晚上10点，忌盐忌酒。吃晚饭之前，拍张和食物的合照给我。陆老板，您放心，陆老板您慢走。陆老板注意安全啊！局正宗，将酿好的清酒再放入杉木桶中，待其达到口感最佳时再取出。因此，这款樽酒在日本酒原有的风味上兼具吉野杉木特有的清香味儿。陆先生，大意了，没想到他会现场开酒，不能让他察觉端倪。好喝。陆先生这次的品鉴词格外的简练啊。酒香味烈，不愧被称为男人之酒。不绕弯子了，这次我不仅仅为送酒而来。沐春风的挑战，如果你是为了说服我参加挑战而来，那这顿饭你算是白请。我不是来说服你的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些信息。至于接不接受，还是您来决定。没想到我的编辑除了工作之外，还热衷于八卦。陆先生，不求您拿我当朋友，只是这么多年合作下来，总还是有些情分的。我希望您能耐心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说与不说，这个挑战我都不会接受。你必须接受。这2份，然后再加1份刺身。哦，好的。请稍等。谢谢。最近过得还好吗？还算好吧。那学长，你呢？不太好。那个瓶子还留着呢。对啊，一直留着呢。我这个人啊，
念旧。都这么多年了，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那一天你为什么没有来？而且从那天之后，你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。这7年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生日那天，我出车祸了。那现在呢？好了吗？已经没事了。我在医院里住的时间太长了，出院的时候我妈又病倒了。为了照顾她，我只能辍学回家。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呀，可能我还能帮上忙。而且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我还以为我死了。再后来，我就没办法开口了。为什么？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变了。我当时太小了，没有办法回应这些变故，精疲力尽。那你一定过得很辛苦。很辛苦。好了，反正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不是又回来了吗？能再见到你，真的很开心。第一，主编站在杂志社的角度，倾向于与你应战，如果不应，对你我之后的工作都不利。第二，舆论风向反常，上次魔术秀有人看出了一些蹊跷，加上你最近出镜率有些低，舆论一直在发酵，如果不应战，恐怕难以控制。第三，穆春风是新秀，势头正旺。陆先生在这行业称霸多年，恐怕早有人想要取而代之。陆先生，您觉得呢？你说有一个跟我很像的人是谁啊？他呀，他是我老板。老板？看你跟我吐槽他，那些话感觉像吐槽自己男朋友一样。啊？谁啊？陆威璇？怎么可能？你误会了，陆威璇他就是个扫把星。自从遇到他，我的人生就开启了哈尔的模式。哎，你简直想象不到，他这个人智商虽然跟普通人一样，但是情商却低得令人发指，而且浑身上下都是怪癖，脾气还十分的暴躁。就他这样，发际线迟早后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我倒想问你呢。侯醉，洋洋，这么巧啊，都是你朋友。他是谁？跟你什么关系？那是我学长，拜托拜托，给你面子。就是我老板陆威璇。在我的眼里没有敌人，也不想应战。希望您再考虑一下。何不醉？
这个是我学长，一北刀。这是我老板，陆微寻。幸会。没看出来哪儿跟我像啊？像什么？学长，我改天再请你吃饭啊。咱们快回去吧，我回家还要学习呢。啊。你这么着急干嘛？回家签订补充协议。又是什么不平等条约？合约期内不准谈恋爱，尤其不能和他人接吻。凭什么？我们两个是合作关系，我又不是签了卖身契给你，你不让我谈恋爱耽误我的姻缘，嫁不出去怎么办？我负责。啊？你可别想太多，我可不是要娶你，但我可以给你金钱补偿。哦，在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、爱情和青春？是金钱能买到的吗？人生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为什么非得谈恋爱？哎，你是不是没有为一个女孩心动过啊？我只会为一瓶上好的红酒心动。也是，像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拥有爱情，也不知道哪个女生瞎了眼瞎了心会看着你。不好意思，喜欢我的人太多了，恋爱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件 so easy 的事情，只是看我想不想而已。不像你，成天想着谈恋爱。可你既不温柔也不体贴，要颜值没颜值，要身材没身材，哪个男人敢要你？啊，你！恕我直言，您的跟踪行为已经造成非法骚扰了。这位小姐，自作多情了吧？我家也走这条路。好，你走前面。所以现在是你在非法骚扰我吗？出车。我还要再加一条，不可以不等老板单独行动。你该加强身体锻炼了，看你这么软趴趴的，风一吹就倒，我一个能打10个。你跑那么快有用吗？你知道密码？纸老虎！你们家声控灯坏了，你赶紧把它修好，省得丢你们家大别墅的脸。你住进来之前怎么没发生这么多事？喂，猪猪。明亚姐，我给你讲个大八卦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这心情啊？
哎呀，你听我说完嘛。今天啊，我在微博上认识了一个沐春风的小迷妹，她跟我说啊，其实沐春风有这种事儿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猪猪。抱歉，久等了。没关系，坐吧。我也才刚到不久，这家店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。本来就是我约你出来的，让女孩子等久了，总归不好。尝尝吧。谢谢。马鞭草、迷迭香、洋甘菊，都是安神的配方。米娅小姐，莫不是最近精神压力很大？是啊，面对一个茶还没有入口，成分就已经分析的8、9不离10的实力选手，我压力很大。米娅小姐说笑了，我的为人和某些人可不一样，难为别人，不是我的处事风格。茶不合穆先生的口味吗？听说穆先生曾经在法国留学，所以我才特地点了法国的花草茶。米娅小姐有心了。其实，花草茶的品质大同小异，只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手法泡出的茶，口感也略有不同罢了。我不太懂，这个茶差在哪儿了吗？操之过急。怎么说？水温过高会破坏茶叶中的单宁酸和咖啡碱，口感就会差很多。一盒好茶，一壶滚水摆在那儿，穆先生真的等得及吗？那是当然。我看未必吧。那个，昨晚不用感谢我。你额头上的痘马上就要爆了，这种事儿我有经验，再不处理一下，马上就会长得更多。哎，前面有个便利店，你停一下。我赶时间。没想到这么完美主义的陆微寻竟然会允许自己的脸上长痘，反正又没长在我的脸上，无所谓了。好吧，我们来换个轻松点的话题。听说穆先生在法国留学了很久，应该也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红酒的吧？我读书的时候也特别的想去学习酿酒。听米娅小姐的口气，最后应该是没能完成这个心愿吧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才特别的想见一下穆先生。那米娅小姐又是为什么放弃去法国留学呢？如此优秀的你，应该没有学校会拒绝。家庭原因。那真是遗憾。所以我特别的羡慕穆先生能有这样的机会，想必穆先生的家人应该很支持吧？也没有。那穆先生一定是抓到了什么特别的机遇。您的茶凉了，我再给您换一杯。
给你这个，拿着呀。这怎么用啊？贴上啊。出题了，何不醉，我看你是想死。你好，陆先生，请问陆微寻拒绝穆春风品酒挑战事件，您怎么看？老实说，穆春风这小伙子不错，如果他能拿下这场比赛，我会考虑把旗下的玫瑰酒庄交给他来管理，我看好他。哎，这个陆先生是？我不认识。你说现在有钱人家的少爷脑子是不是有坑啊？放着好日子不过，一天的作什么幺蛾子？有什么坑？还有可能是有包呢。走。哎，今天就这样了啊，到此结束了啊，以后有机会咱找再聊，好吧？谢谢啊。你好，陆先生。你好。叫我来有什么事吗？你知道穆春风的底儿吗？以我的实力，不需要。这里你照顾一下，总裁找我说比赛的事情。好的，主编。这角儿都没请来呢，你们就着急搭戏台子唱戏啊？你知道穆春风和你父亲什么关系吗？不过是一座酒庄的关系罢了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穆春风幕后的庄家是谁？穆春风背后还有人？那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今天刚挖到的大八卦。你倒是说呀，卖什么关子？就是，陆氏集团的总裁，玫瑰酒庄的东家，品酒专家陆微寻的爹。啊，你是说陆里农？我去，陆里农这是要大义灭亲啊！哎呦，可不是嘛，刺不刺激？那陆微寻可是凶多吉少了。哎，穆春风跟你爸。今天不知第一次见面，危险才发现后知后觉，解开魔珠扬起新鲜，只要看见你的侧脸，一切短暂，风暴斗过烟云烟，夜晚面向黑暗，也是种体验，就让看见味道的你陪着我冒险。奇怪，这种味觉代替了语言，仿佛是种信念，向着终点，我一往向前，穿越偏见，拼凑碎片，爱着你是我的习惯，我们学会勇敢，拥抱灿烂，更用力的爱，闭上眼里的味道，经历过光和我看见。
在你